伊朗到底得到了多少我们中方的支援？说一句实在话，不能讲。我跟你保证，绝对有，而且很多。伊朗在这种高强度的作战底下，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援的话，伊朗多半撑不下去。所以不管是飞弹、监射式飞弹、长程预警雷达等等，一定有某一个国家在支撑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则怎么会打得那么准？代表情报做得好，情报做得好，谁给的情报，谁给的设备跟资讯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国。中国在这边帮了很大的忙。今天先来关心到这一场的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美军的前高层在这个时候开始示警了，说，我们在中东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现在原来的基地来做设置了。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重整，因为呢，现在美军基地等于是沦为伊朗的一个打击的靶场了，代表美军在区域的优势已经受到动摇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美军之所以说这个基地可能要被迫后撤或者是西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的飞弹射程现在是已经可以超过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在新关注说，很多款的中国武器的供应链可能在介入伊朗来使用。所以美军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就外交面来看，伊朗拒绝跟美方的高层谈判，而且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掌握了许多的优势，包括了这个分段的航线，跟它开始要收取服务费，全球航运、能源秩序会被重新定价改写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首先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吗？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说的阴谋论，因为是连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挥官小麦肯齐他自己亲自的来做示警了。他特别说到是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部署必须要全方位的调整。他怎么说的？来看细节。他说，没有任何脑袋正常的人会把中央司令部前进总部设在离伊朗只有160公里这么近的地方。美军应该要大幅的把我们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开去做调整，这样子呢，伊朗才会更难发现我们的基地，也更难做打击。原因是因为你离它太近的话，不就变成了伊朗的这个箭靶了吗？再来，我们来看到华尔街邮报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说近期美军之所以害怕，就是因为伊朗多次的透过它的飞弹跟无人机，朝着美军位在巴林的海军基地来做攻击，已经造成了当地不管是在指挥中心、它的通讯设备以及多栋建筑都因此受损了。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统计，伊朗已经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军基地，从战争爆发到现在，228处的建筑跟设备都因此遭到损失，所以小麦肯锡才会认为说，这个基地呢，我们赶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个分散性的一个部署。但是问题是，刚刚提到的嘛，伊朗的飞弹射程4000多公里，美军能撤到哪里？大家也在质疑，难道撤到欧洲去吗？还是干脆整个退出波斯湾呢？今天就这个议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其实这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关键问题了哦。什么叫做地缘政治？就是地理位置决定了一切哦。那么美国距离中东距离西亚的地区实在距离非常的远哦。那么因此过去长时间美国在介入中东地区的相关事务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靠它在中东海湾国家内部所设立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军事基地哦，他用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来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后来加强他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掌控跟影响力。这是过去美国在中东玩的游戏哦，就是说美国不可能每一场战争都从本土拉个部队到中东来，这个光花时间就要花这个数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因此，过去美国是高度的依赖它在波斯湾的这些海湾国家的所设立的各式各样的海空军的基地。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的过程当中美国传统的基地的设计跟这个传统的这个防御的这些设备被伊朗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模式给彻底的击垮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用很廉价的导弹去消耗掉了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各个基地或者是前哨的这个雷达站所部署的这些防空飞弹系统，通通把这个防空飞弹给耗尽了。他们用廉价的
这种飞弹去换了这个美国相对来说价格极为高昂的，不管是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的这个飞弹哦。那么这对美国来说，这个根本就是一笔不划算的账哦。那么同时呢，你会发现说，伊朗还用了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来攻击。用饱和式的攻击来攻击美军的基地，所以美军的基地其实伤亡相当惨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15座基地，228处的设施都被击毁。美国国防部并没有承认哦，这是美国自己的媒体用了这个其他民间的卫星的影像图片去比对的哦。就美国国防部从头打到尾哦，他到现在都没承认说他有被打得这么惨的，因为他觉得他讲不出来。那你更不要提说美国的媒体最近才公布的另外一个，光是在今年3月1号，一架这个伊朗的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了美军在科威特港口的一个工作站，光是那一场攻击就400人受到轻重伤。可是美国国防部当时怎么对外说的？90%都是轻伤啊，结果明明都是重伤了，他统统都给你这个粉饰太平，把它变成轻伤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也是媒体踢爆的，这是美国 CBS 跟那个 The Intercept 这2个媒体踢爆的。为什么？因为受伤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属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伤了，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轻伤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哦，就是美军在中东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国大兵。其实，在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已经被打残了，被打怕了。这种不对称的作战，接下来如果持续再发生下半场，美国依然讨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就如同我刚才讲的，什么叫做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今天是美国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国哦。坦白讲，伊朗反过来去打美国也很难打，因为很远了。对。那么问题现在是美国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来打伊朗，当他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也不敢借他用，那么问题就来了，那美国要怎么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舰吗？航空母舰躲得比谁都远，因为它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当靶子了。那你说要用欧洲的这些国家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做这个长途的奔袭吗？这个欧洲国家恐怕也没这个胆，也没这个意愿把军事基地借给美国。所以你说美国最后就算照他的建议，说我基地再往后撤，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往后撤，那你所有的这个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长途奔袭，你要用加油机，然后你要这个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够攻击到伊朗本土了。然后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边等你。它的雷达现在看起来，也许这个外面我谣传说，中国大陆也提供了它一些技术跟设备，所以针对这个逆中战机，它已经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武器，这些很廉价的监视飞弹哦。那么这些防空飞弹系统都极有可能对美军造成重创哦。所以其实坦白讲，美国在中东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特别是我要强调的是，美国如果要做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它在中东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当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其实这一切都好谈呢。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千里迢迢哦来打这个伊朗，到底说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后撤，真的有用吗？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来请教干哥哦。那么也代表说这个伊朗把美军赶出中东地区了吗？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后撤基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再来就是说美军他另外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伊朗不断的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器。我们稍微看一下 CG 来看一下细节，伊朗获得了哪一些来自于大陆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飞弹面来讲，中国制的肩射防空飞弹，外媒推测它可能已经有提供给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击落 F-15。这个事件，那么再来就是防空系统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为获得了来自于大陆的红鹰6跟它的前卫2。再来，中国可能还提供了伊朗包括的远程的预警雷达，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于侦测隐形战机。美国情报单位也说呢，中国大陆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见证者无人机的零件等等。这样子看起来，这一波。这个美伊停火期间，是不是伊朗或许有向中国来请求帮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现在就以战争来说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干哥又怎么看？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其实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们中方的支援？这个说一句实在话，不能讲。那卫星影像呢，不会告诉你，但是有没有？我跟你保证，绝对有。而且很多，为什么呢？因为
伊朗在这种高强度的作战底下，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援的话，伊朗多半撑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飞弹、监射式飞弹、长程预警雷达等等，一定有某一个国家在支撑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则怎么会打得那么准？这5个字，这美国专家讲的啊，他说打得其实很准。为什么很准？因为从伊朗公布的高解析卫星影像上面来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萝卜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说，有一些飞弹你或者是无人机，你打美国的目标的时候，可能没有击中，那但它就会造成弹坑，会造成的一些损害，不是主要的那个目标的损害。你从卫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没有，我仔细看了，没有几个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么？伊朗打得很准，打得很准代表什么？代表情报做得好。情报做得好，谁给的情报？谁给的设备跟资讯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国。中国在这边帮了很大的忙。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们就再来看，你有多达15处基地被击中，你有200多个目标。你知道他们后来撤离的那个美军的人员怎么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还有家庭聚会，还在那边打橄榄球哎。哇，好在我们先撤了。但是这个礼拜打的话，不是就被飞弹打到了吗？对，很多千钧一发的事情，美军现在都不公布。为什么？不能讲，讲了就没有士气了，怎么可以讲？这就有点像我们曾经看过的好莱坞电影里面，就是那恐怖攻击。其实美军在沙烏地阿拉伯不管巴林啊，还有卡达很多基地，他是携家带眷去的，你知道吗？他携家带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到了周末这个都会办那个什么露营啊，或者是什么恳亲活动啊，烤肉。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最好的攻击时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报局这个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渗透能力是最好的。他们吸取了西方的经验，所以他密布了什么？他还有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 AI 的进步，伊朗它全套它都有。为什么？因为西方的那个情报专家早就跟你讲说，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伊朗的情报员是最强的，是最强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说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基地被击中了那么多个地方，那现在准备要把它搬走的话，要搬去哪里？有个人又出了馊主意，说干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离那个地方多远吗？1000公里哎。那有什么用？以色列有没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这个港才在荷姆兹海峡周边有它的战略意义在，不是说搬就搬。何况巴林的基地，美国已经用了30年了，不是说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无处可搬，美国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还要在这边继续下去的话，我可以坦白讲，到时候一定又会被再攻击一次，到时候川普你的脸就很难看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伊朗的强势的这个态度攻击之下，美军他恐怕会来调整他的美军基地。再来就外交面，我们也来看到说，是不是美军现在美国方面也是吃瘪呢？因为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川普的女婿库许纳跟这一场战争的谈判的特使魏科夫，他们终于是抵达卡达了，要来展开说他们白宫称的高层级的会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才放话说完哦，结果伊朗的高层是强硬的否认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要跟美国的任何高层会面啊，连卡达也都出面否认说有这一场美伊的会谈。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掌握度了，现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里？因为现在呢，其实分3个层面来看，海峡分成3
3条航线。CNN 说的，北部现在几乎是由这个伊朗来完全掌控，中部是传统的国际通道，那南部现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国跟国际海事组织来做协调的。但是也看到最近这个荷姆兹海峡很不平静，包括了说长龙的货运它遇袭，还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干脆未来就来征收这个服务费吧。所以是不是未来有关于荷姆兹海峡这边的通行状况都得要经过向伊朗来做申请呢？再来我们讲到了库许纳跟这个魏科夫，说要跟伊朗谈判遭拒绝，老师又怎么看？袁老师，这个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谈判最忌讳心急啊。我们中国人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意思的话呢，美国现在谈判刚好是派出了这个库斯塔跟威科夫啊，以为的话呢，这个成绩很高，一个是他女婿，另外一个是他原来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为什么看得明白呢？因为呢，为什么这个川普会很心急呢？因为他国内有3重压力，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他们在参议院投票啊，他已经输了，这个战争要赶快结束。第二，这个民意调查一直下跌，第3个的话呢，就原来的这个马卡的支持者。就会发觉说，马卡他以前骂拜登啊，骂奥巴马，都骂别人那个轻启战端，他现在搞了一个这个伟大不掉的一个战争。所以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对伊朗来讲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干，就是你要谈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谈，这伊朗倒过来了。现在美国显得很被动，你要了解，美国很被动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你不能够一方面要派了这个库斯塔跟魏科夫去谈，那同时的话这边又讲说要把你炸回17时代，那美国人就觉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国内的支持，而且刚刚的话呢，我们委员讲的这个东西。隔得非常远啊！因为美国的话呢，舟车劳顿，你不要讲别的了，光是航空母舰停在旁边，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费很大啊。那么现在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最具有这一次这个战争没结束的形势，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没有完全开放。为什么？因为2月28号以前。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而且整个东北亚的地区的国家，像这个韩国啊、日本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计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认为荷姆兹海峡是安全的。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就要展现出来啊。我这边强调哈，长荣的长利号被炸的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我刚刚听到干哥讲哈，我觉得。大概中共有做一点暗示啊，那长荣过去的话呢，你就不要客气了啊，要不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消息就是长利号被炸啊，你就没听过第20号船被炸啊？那你说这个不是巧合了吗？啊，这不是巧了吗？是不是？好，谢谢袁老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持续放在现在全球最大的重点，就是美国跟伊朗在中东的议题上，现在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呢签署谅解备忘录啊，终于是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他原本就可以想这个大声宣布说，哇，中东战火降温了，油价要暴跌了，美国经济要再次往上，因为下个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的250周年纪念日要来了嘛，建国250周年，当然要普天同庆啊。但是现在伊朗冷冷的一句话呢，不好意思哦，就还是把你这个世界还是存在了很多的变数，要把这个谈判桌掀翻给世界看，因为证明呢，荷姆兹海峡现在的掌控权还是在伊朗的手上，美国还是要持续被他拿捏。尤其我们再看到最直观的油价好了，还是取决于这条水道究竟要不要收费。那么现在伊朗呢，他们就在玩一个所谓的文字游戏，说这个不叫做通行费啊，我们可以给它改变其他的叫法，你可以管它叫管理的服务费，那这不叫过路钱，你可以给它叫海事的服务费，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要持续在这个地方收钱，你想要过这边，你就剥层皮就对了。那美国当然是无法接受啊，卢比奥说了什么？全世界都不会接受这样国际航道被收费的状况，因为自古以来大家通过这边都是大家就是自由的嘛，就是没有要跟你收费嘛，所以美国主张的就是开放这条水道就是免费通行，他们只接受这个方案。那会不会是这样子继续演变呢？因为这个海峡的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国内油价降不下去，通膨降不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后面川普期中选举的政治炸弹？这一直是他心头刺的一个状况。即便现在战争已经降温，我们也观察到布兰特原油的价格都已经有稍微的在走跌，但是普罗大众还会觉得我加个油贵的要死，这个体感啊，跟战前比起来是回不去的感觉。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杨老师。川普现在这么急，一直想把荷姆兹的问题给压下来。那么他们说的，如果这个备忘录谅解备忘录60天过后呢，这个伊朗跟阿曼
有没有可能继续用他们所谓的海峡管理费啦、安全服务费啦、航道服务费这类的名义，持续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战后不管所有人通过这条水道，你就是要给我钱这样的方式，对全球能源的运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首先，美国为什么这么想要赶快的开放荷姆斯海峡？第一个，它最重要还是它的国内的经济、通膨，以及川普要面临到的选举，还有它越来越低的支持率。它现在支持率来到37%，而不支持率将近58%。所以你看，6成跟4成弱的这个比例其实是越来越严重。那当然，年底的期中选举就会影响到是不是民主党能够在某一个院，也许是众议院取得多数。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接下来2年多不就变跛脚总统了吗？而且可能会通过一些法案，他难以忍受的，甚至可能会要去主张弹劾川普总统。那就让我们想到他第一任的后面那段期间，其实一团混乱，而造成整个他后面在施政上的困难，以及后来他落选。那这一次呢，他面临到的是什么？他面临到是他能不能够顺利去让他的这个接班人，不管是谁了，范斯还是卢比奥当选总统，他才可能在未来他们任何人的庇护之下，避免被司法起诉啊。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关键。那这里的关键就是因为4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3.8%，5月份是4.2%。如果6月份油价还是这么攀高，那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会很大。他如果在这个月中的时候把油价掉下来，现在油价真的掉下来了。对，在这个瑞士谈判之前，也就是 G7 那段期间，6月17号、16号的时候，油价布兰特原油是93块美元。其实2月28号之后，大概都在90块以上，那没有低于90块以下，有2次高于120。那可是呢，在目前这1-2天，油价布兰特原油来到74块美元，而战前是72块，所以它目标达到了。但你要开放啊，你不能一直不开放，或者是说开放变成假的，那有限的。所以伊朗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开放？如果按照国际法的话，这种过境通行权，当然。因为它是天然的海峡水道，它并不是像巴拿马运河或者是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不是，那是人工开凿的，所以它有就是收费。那可是呢，它可以换个想法，环境维护费，对，管理，然后或者是说管理费服务费这些都有可能。但我个人觉得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费用，那费用如果高到难以忍受，那就变成大家又会一个议题出现。我个人觉得是。伊朗要怎么样，还是有效的管理掌控荷姆斯海峡？所以它此外可能会设一个管理局，那这个管理局就可以以这个管理局为名，它的这个行政或者它的这个清扫啊等等之类，或者是环境维护啊，来去收这个费用。那还有呢，它通过的航线，过去大概分这个，因为航线大概3.8到4.4公里可是呢，他现在要求在那个比较靠近伊朗这一边的这个大岛跟小岛之间，作为一个可能是这个往外走的这个水道，然后小岛的另外一边是往内行的这个水道。目前会不会继续的要求各个这个船舶造这个水道？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它还是等于有效控制掌控荷姆斯海峡，那收费就只不过是也许一个就是这个锦上添花。为什么他要掌握荷姆斯海峡？那这就对伊朗而言，这一次的战争他学到这个教训，荷姆斯海峡的掌控等于有点像是核弹级的这种对伊朗安全的保护机制，的避免美国可能再一次的在发动战争。因为天晓得川普等到年底选举过了之后，或者他民调好了之后，那以色列如果内塔尼亚胡10月7号没有下台怎么办？对，那再打1-8任，那然后呢？这个战争又恢复，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整个现在伊朗的这个情势应该讲是一种不稳定的僵局，不可能有绝对的问题解决，也不可能全面的战争爆发。那美国从韩国运往中东的萨德飞弹系统已经完全回到韩国，又重新布置，所以不可能战争全面爆发。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动态的不稳定的僵局甚至冲突。
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了解。好，刚才杨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个荷姆斯海峡，不管这60天的备忘录之后怎么样，这个命脉这张王牌，伊朗是必须要握在手里的。那当然，荷姆斯海峡之后的怎么来收取这个通行费与否，还是要免费开放给大家用，这个都还不确定。但是它对于油价的影响是直接的。这段时间，刚才像杨老师说，布兰特原油一度是有跌到74、75美元这个区间哦。那美国的柴油价格也跌破了每加仑5美元，但问题是，这比起战争前的这个3.76美元，还是超出了30%的价格。而且，在美国老百姓的心中，还是会认为说，我的定锚效应就是在3块多的柴油啊，我现在凭什么要加到5块的柴油？所以还是反映在了很多在川普的民调上，就是说你这个总统乱发动战争，害我们老百姓每天这个加油都变贵。那川普他怎么做呢？他把这个愤怒迁怒到业者上，他直接去怪业者说，我直接在这个社群媒体开骂说，你们这些大型石油公司啊，没有跟着调降这个汽油的价格，他痛批呢，这个是在敲消费者竹杠。等于他的表态是把自己的立场跟消费者站在一起了，然后来同仇敌忾，再怪这些资本家说你们没有把石油降下去，还下令说要查大型石油公司。好，上次哥，美国民众现在对这个通膨啦、油价啦，怒气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期间，好多人来来往往，这个交通使用的很大，都开始酝酿对其中选举的隐忧。这是不是暴露给伊朗说，反正我现在持续在这件事情上跟你拖时间，我继续打这张海峡牌，我就可以掐住你的命。我们首先来看川普为什么要突然，他跟这些大型石油商美国这些都是不是美国它是跨全球的大型石油商。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大概是美国最大2家。另外像康福跟西方石油，除了在卖石油之外，他们还做一些包括开挖矿产的以及这些输送油管的这些技术，所以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动辄来讲，按照道理，其实美国川普要跟他们合作啊，不是吗？包括像委内瑞拉那些石油到现在拿下来了，还没开采呢，还是要看这些大型石油的油商的脸色。但为什么现在川普要痛骂这些石油商，而且说要求调查？当然，毫无疑问的，主要还是在转移啦。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高通膨的问题，包括现在美国联准会本身还没有看起来会有降息的可能，所以这方面其实都跟整个这个川普的大棋盘，它的大战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现在，但是事实上我们感受到的，尤其美国选民跟美国的民众所感受到的，就是现在的通膨的部分的本质里头，最主要的结构还是来自于能源。尤其是石油，特别是每天加油看到那个油价，你就一直感受到觉得川普无能。所以呢，他现在就把整个所谓的大型石油商说他们哄抬物价，说他们透过油价来坑杀消费者。我想很明显的，主要叫转移整个政治压力，跟大家一起骂石油商，否则大家都在骂政府啊。他现在一这样大家想想也是有道理，特别是当油价跌下来的时候，你的实质的部分的这种零售的油价还是这么居高不下。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现在大型石油商，你觉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很强烈的影响吗？其实就委内瑞拉的这个事情，到现在来讲，承诺要去帮他们开采那些重油的，还是很少很少。特别是埃克森美孚就完全拒绝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在整个波湾地区的重建这个部分，现在不只是荷姆兹海峡通了的这个时候呢，好像大家油价或各方面就恢复成过往。要知道有很多，包括阿曼，包括很多阿联酋，以及包括伊朗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曾经被破坏过的。所以这些破坏的部分，包括要重建起来的这些管线输送，跟是不是要导入新的这个 AI 的这个油的管理机制，都是这一波我们刚刚讲以美国的为主的大型石油商，他们要去做重建计划的。人家可不是只有卖油，或者很多油轮在这个全世界跑来跑去。所谓这个开采，包括这些运输提炼，都是这些美国大型石油商为主的手上独有的部分的技术。所以你说真的，川普可以跟他们切割吗？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是荷姆兹海峡好像通畅油价就回来，还牵涉到那么多波湾国家被炸毁受损的重建，你以为是3个月就可以修好吗？最快很多都是要2、3年为主，而且现在已经都在开始进行了。所以它这个结构性是捆绑在一起。油价本身，我认为随着油价下跌之后，应该美国部分就会降下来。而且美国其实自己本身生产很多油，他们油价降不下来很大的原因，也在信号节目都谈过。主要美国的这个页油盐，他们
生产出来的是轻质的油，所以可是你这些炼油，美国自己的炼油都是老的设备，在加州这一带，所以变成是他们轻质油要卖出去，再进口一些油提炼之后，才能变成现在美国汽车用的那些油。所以这种进进出出还是美国本身石油结构的问题，不是生产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之后就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油跟海峡，这个就牵扯到了很多的钱，但大家可别忘了，海峡谈钱，核设施谈安全。这一场战争刚发动，打出的出师表，打出的理由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说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嘛，这是这个战争他们说的说法，起点是这样子。那么在谈判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伊朗点头了，愿意让谁来介入？联合国的国际能源总署 IAEA 可以说好，你们派员来我们伊朗做检查，我们的浓缩铀设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这是你美国人说的啊，伊朗没有这样说啊。德黑兰马上就不认哦，他强调呢可以查，但是任何的查呢都是要等到我们这个60天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可以让你这个放行哦，进入到伊朗里面来做查。说白话啦，就是要等整套细节、这个和谈、赔偿什么东西都讲好之后再来说吧。所以范斯所谓的重大突破，会不会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或者美国一厢情愿的说法？而且后面的变数其实还很多。而且目前看起来，伊朗虽然我们都知道它的海军跟空军已经被美国都已经全部限制住，但是为什么它的进退让步，还有它坚守底线的立场，透过这一次的在日内瓦的和谈，我们看出来态度还是蛮强硬的。它背后究竟还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它可以这样持续跟美国耗下去？杨军，因为川普打这场仗犯了2个错误。第一个他在开战之前没有很明确的开战指导，他就贸然的去打了这场仗，打得莫名其妙。那第2个错误，他要中战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战指导，贸然的就这个脱离战斗了但你要知道，脱离战斗在战场上面是最难的。我们看到川普这次是不是因为他自觉自己陷入到战争的泥淖里面，立刻抽腿就走？我跟你讲在战场，如果在战场上面你抽腿就走，这叫什么？叫被迫脱离。那你如果说是要脱离战斗，你应该要主动脱离。主动脱离怎么样？你最起码有一个佯动或者有一个佯攻让敌人知道说你还有作战的意图，这时候你再脱离战斗。可是你这次很明显被迫脱离，被迫脱离，我跟你讲，敌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乘胜追击啊！当然这次很明显，我们按照这种战争的逻辑来看，伊朗这时候不就是在采取的所谓战略追击吗？只是说他不是在战场追击，他在谈判桌上面给你追击啊。那我们看到伊朗这次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从开始川普在这个在凡尔赛宫签的 MOU 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可以说，伊朗是步步进逼啊，然后这个川普这边、美国这边是步步这个败退啊。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现在最明显的一个浓缩铀的问题来讲好了。其实最早在2月26号、2月28号开打，在2月26号的时候，美伊双方已经在日内瓦谈了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问题那时候伊朗也答应，他愿意稀释浓缩铀。他本来我就没有发展核武的计划，我的这个浓缩铀只是为了要这个发展这个核能发电，也是和平的用途。那时候伊朗那时候有主动说，我可以让原子能总会进来、总署进来检查证明我的浓缩铀降低到某一种浓度，但是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制裁，以及解冻对我的资金。我记得2月26号的时候，双方谈的框架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美国在2月28号隔2天以后就贸然采取突袭的手段去打了这个伊朗。那这整个过程你看出来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作战指导，所以难怪现在这个浓缩铀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之中，这个3月份作战过程之中，我们在这边也讨论过很多次，认为美军会不会动用地面部队这个进去，这个把浓缩铀这个把它抢出来，把它占领夺取，然后之后又传输美国这个坚持浓缩铀要放在美国自己来，要交给美国来保管那当然伊朗的说法说，有传出说是不是交给这个俄罗斯或交给中国来解除这个美国对他疑虑。那最后结果是什么？是现在浓缩铀变成伊朗自己这个要保存，自己来处理，自己来处理，降低这个弄。那美国说好，那你自己来保存，那我检查总可以吧？现在伊朗说不行，
你还是不能检查，要我看我的脸色哦，60天以后再说。对，那我们从整个谈判过程之中，你会不会觉得就像是一场军事上的行动？伊朗是乘胜在追击啊，美国是节节在败退啊。那这场战争，我觉得这种很明显的哈，伊朗现在最大的一个作战的成果就是最大的战果就是拥有了荷姆兹海峡的话语权。那60天之后会不会收费？那伊朗会不会借此来作为这个对全世界要挟手段？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现在是毫无办法，只能嘴巴上面在那边承认，实际上面提不出任何一个作为。川普这一句话真的是耐人寻味，他说认了德黑兰是有权利拥有飞弹的，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候以色列真的是气炸了，但是也没有用，因为确实现在伊朗方面掌控比较高的主导权，不管是荷姆兹海峡石油金流，全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深入的一起来做探讨。首先欢迎到场来宾，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市民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市民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一样哦，我们有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也会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帮我们特别做回复。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川普呢，其实这一次是在公开的场合，也就是在 G7 的时候，讲到美伊战事，竟然讲了一句话，震惊全场。他说，伊朗可以拥有飞弹。他说，从长期为什么这个川普的态度从长期的封锁到现在立场大转变呢？这当中是不是被现实给逼到让步了，导致他只好战略重置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其实呢，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到现在哦，没有办法真的平静下来的重点原因，就是在纳坦雅胡了。范斯这时候受不了了，他跳出来痛批纳坦雅胡仍然持续的强硬的推进黎巴嫩。接下来，华府对以色列的耐心还有吗？甚至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法来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说切断对于以色列长期的军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来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没有可能这么做？最后会来关心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现在打出了各种的谈判的筹码，不管是荷姆兹海峡，不管是有关于石油问题啊，还有这种经费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读伊朗真的赢麻了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伊的协议签下去，真正炸锅的、最紧张的，现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川普在 G7 当中说的，来看到细节，他说呢，伊朗必须拥有一些飞弹。因为呢，其他国家也有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飞弹，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他还说，飞弹不是问题啊，它是不会炸毁整个地球的。这一句话震惊了全场，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来，甚至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为什么要打的一个核心的关键之一，也是因为伊朗的飞弹长期被美国跟以色列视为中东的最大危机。如今川普的态度大转变，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因为打伊朗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高到川普无法忍受了。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美国承受的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基地遭到袭击， F-35被击中，阿帕契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被打下来，连他的盟友这一些波湾国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包括了飞弹的攻击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也最新喊话了，他说飞弹也是特别提到了飞弹哦，他说是拿来发射的，不是拿来谈判的，这话说的非常的强硬。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虑了，尤其是美伊双方签的这个协议，以色列是没有角色在这当中有任何发言权的。我们来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纳坦雅胡，他说呢，川普啊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伟大领导人。还说呢，以色列大约你们有2/3的防御武器都是我们美国制造，美国纳税人钱替你们买单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是不是呢？美国有可能收手对于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这样解读吗？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到川普从限制对于伊朗的飞弹，到现在说，这个伊朗也可以拥有飞弹，这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续的推进在黎南地区的这个
进攻哦。那么已经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国会不会干脆放手呢？就让以色列自己去对付真主党，甚至让真主党去打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张将军怎么看？因为伊朗这一次他的整个跟美国还有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38天来看，这伊朗它有发挥的它3个特色。第一个，伊朗的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经过40年的经济制裁跟武器禁运，伊朗他就做战场经营，他利用它的地形，将这些武器装备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让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战损相对的有限。这样子的伊朗的战力保存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会有后续的报复，就是这个伊朗所说的真实承诺，一批一批的打了100多次。好像那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国炸的差不多了吗？甚至川普还讲说已经毁掉伊朗90%的战力，那结果没有90%啊，这一波一波的怎么算？那90%只是川普说的，那真正的情况，保持说伊朗的这个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当的成效。第二个，伊朗他敢打，他敢报复。今天大家对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总共毁了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驻军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还有这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还包括了巴林，整个地区总共击毁了，对，击中了228个军事目标。所以他的报复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为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别人的基地还好啊，继续起飞，继续炸你，那你怎么办？一报复把它炸掉嘛，炸掉就是打仗就是要毁掉敌人的有生战力，所以他一定要实施报复，一定要实施攻击，以攻代守，这是伊朗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战略决策非常的明确。第三个。伊朗他不怕打，他继续打吧，你要不要继续玩？他继续啊，没有说这个38天打完了，美国如果要继续动，那继续动手。你如果美国小动，那伊朗小报复。那如果美国大动，那伊朗也要大报复哦。伊朗都是这我们讲的对等报复，都是这样。换句话，他不怕继续打，他不会说这个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国没有一击奏效，没有一鼓作气。美国过度乐观，让伊朗这方面有了底气了，没有让伊朗在战争意义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就能跟美国分庭抗礼，而谈出这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 MOU 谅解备忘录。好，我们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气哦，所以现在呢可以跟美国来做这个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国想要停手，关键点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呢持续的对黎南来做推进。那刚刚讲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总统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国可以怎么让以色列停手呢？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援当作是一个卡关的一个手段吗？那另外一方面，纳坦雅胡真的也愿意停手吗？一方面他还要面临国内的这个官司、贪污的官司压力，那他有没有可能为了延续政治生命继续打下去？有没有可能？那厉将军怎么看？川普终于认清了纳坦雅胡是一个渣男，是一个骗子。这个原来这个。跟伊朗是在2月26号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谈判的时候，其实以上的台院都谈得差不多了，就没想到2月28号，我们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纳坦雅胡骗了进去打了这场仗。好，我们联手来把伊朗推翻掉。我们现在斩首作战，我有最新的情报，他们今天所有高层都集中在这边开会，我们一口脑把它炸掉以后，伊朗政权就推翻掉了。川普一听，有道理哦，这个这么好的一笔生意，那当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个月以后，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1个月过程是怎么样？不是都美国在打吗？战损都是美国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么战损？美国光战机包括到无人机，总共被毁掉了45架，大概我算过大概45架。那美国从这个韩国这边调动它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去协助伊朗防卫。总共打了200多枚，为了防卫以色列，美国打了200多枚的爱国者导弹。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几枚呢？
他大会投资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国在保护以色列？都是美国在花钱。再来，我们讲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现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临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包括他们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击型的武器，他打的更多，花了多少钱？光战斧型巡弋导弹1枚要300万美金，美军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说850，后来那天又补了49枚，将近900枚，1枚300万。美国花很多钱去打的这场仗，动用了两个核武战斗群。那试问一下，大家回头去看，伊朗有什么战损？伊朗好像没有什么战损了。伊朗现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国再拖入这场战争里面，让他不要脱身。那纳坦雅胡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这场仗只有继续打下去，他才避免他的这种贪腐的官司在自己国内受损。他可以借着国内还在战争的这个理由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很清楚看出来纳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现在继续在那边，在黎巴嫩南边那边继续发动这场战争，来这个让我没有办法跟以色列来进行所谓的和平的和谈的协议哈。所以那当然川普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很明显看得出来。川普就从这场战争里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这种纳坦雅胡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一个骗子，陪他去打这场仗，害他亏了这么多。好，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美国没有办法停手，因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那美伊现在双方要签这个 MOU， 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因为也有外媒直接说这个伊朗是赢麻了，真的可以这样子形容吗？我们稍微来看到一下，这一次呢，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可能有许多的条件是对伊朗相当有利的，尤其是在经济这一方面。来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一旦恢复在战前的这个出口量的话的水准的话，伊朗年收入可能就会突破600亿美元，这是来自于最新的估算，换算新台币1.9兆元。另外呢，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的海外资产会被解冻。再来就是美国这边上次我们提到了承诺说3000亿美元要帮助伊朗做这个重建的计划，伊朗也可以拿到。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在前60天免收费，但是从这60天之后就会转为制度化的收费制度。现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评川普，我们看到许多的共和党员也非常的不满川普，认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误。当然了，川普是不会承认的。他回应说：“我不想成为胡佛，让战争拖垮经济。”等于说，他现在也承认了，美国现在内部面临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经济的各式问题。汉庭怎么看？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国家有给任何人好脸色吗？没有嘛，终归还是实力原则。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国输了。今年呢，在我们农历年来说叫丙午年，所以美国签的就是丙午条约。甚至呢，这是美国签的一份悔过书。你看，这川普过去多嚣张狂妄，把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国际法啊，除了我的意愿、我的拳头之外，没人可以约束我。但是现在 M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国自此承诺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连威胁都不可以。所以美国已经退让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从1979年之后啊，美国大概每一个总统都有打伊朗跟灭伊朗的梦，现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国呢，不仅说不要去摧毁伊朗的导弹，川普还说可以拥有飞弹，也要同意解冻伊朗的所有的资产，还要再送上3000亿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么解释啊，这个不是赔款啊，那这也不是美国的钱啊，是别的国家要出钱啊。那把它包装成投资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赔款。但是根据 MOU 的内容和资金的用途，事实就是你美国为了要结束这场战争，补偿伊朗的损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后来投资3000亿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来行赔款之实嘛。所以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要开放荷姆兹海峡。那在战争之前，它本来就是开放的。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回那句话，就美国帝国主义啊，就不讲理，凡是能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如果能讲一点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让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够打仗打到让老美赔款，这在我小时候幻想中觉得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没想到2026年就实现了，而且还是伊朗让它实现的。那当然未来呢？你说这什么3000亿啊，会不会完整的兑现啊，或是能不能兑现一部分，这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白纸黑字写在条约当中的，还签字了，这个钱最后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面子跟里子都输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灯塔，然后呢，这个了不起的美国霸权，现在呢，竟然已经在正式对伊朗吞下苦果跟惨败。一旦美帝走下神坛，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